如果你自己期待自己要有所成就的话呢，努力是必须的。你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。那努力了会不会一定成功呢？不一定。有时候啊，你可能努力错方向了，所以你不一定可以到卓越的地方。那这一个篇章啊，其实就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努力要努力对的方向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年轻的时候要打拼，打拼，再打拼。但是啊，打拼的过程当中啊，帮了公司做了很多事情，像无头苍蝇一样，像工具人一样啊，很累很辛苦，但他有点迷茫，有点失焦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啊，这背后就来了，是因为他对他的目的以及他的目标，他没有扣紧清楚。没错，他把自己定位成自己就是一个工具人，也就是说，他并没有去思考到怎样子帮助整个 group、整个团队，或是他的整个的目的发展过程当中啊，他扮演什么角色？他只认为他就是做好担任工具的那个角色。那工具啊，一直反复去做，心里当然会累啊，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啊，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说，那难道我就不要当一个工具吗？不对的，你要当一个有价值的工具。《甄嬛传》里面有说过，你必须要当一个能够被利用的工具。最后面呢，你慢慢的去理解到这个工具背后在解决什么的问题，你就会越来越有价值，而不是只是在当那个工具这件事情。所以啊，很多的小伙伴很努力当好工具，没有不对。但是啊，在过程当中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，在当工具的过程当中，要去理解到这个工具的这个内容，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。你要不停的去练习。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在组织里面，因为你是菜鸟，你不够清楚，你只能当一个工具。可是并不代表你工具当好了之后，你可以不用去理解到这个背后的目的。记住，你要去跟你的组织的老大或者组织的领导人去理解这些目的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跟你分享的。但是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把你手上的事做好，而且要做完。当你做好做完了之后啊，你去了解说，我现在为了要做更好，然后去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组织、我们的团队、我们的公司要发展什么目的的时候，他绝对很愿意跟你分享。因为此时此刻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在走，所以啊，基本上面呢，为什么你会有被当工具人或是无头苍蝇般的努力，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成是工具人。工具人是一个成长的必经阶段，任何人都是另外一些人的工具人，除非你是世界最顶端的那个人，那你可能就永远当神的这个角色。不然啊，大家在社会上面是互相当工具人，因为工具可以创造价值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只是盲目当工具人的话呢，基本上面你没有办法卓越。你要去理解到这些人的背后希望得到的价值跟目的是什么，你要去满足那个目的，而不是当一个劳力的工具人。我跟你去做分享。所以啊，很多的社会新鲜人刚出到社会的时候，或是有可能他在转职的时候，变成主管的时候啊，会有一些小小的盲区，就是因为觉得说，我就是要提供好价值，我要把事情给做好。但是啊，我今天变成主管的时候啊，其实公司更想要的是你去多了解公司背后的目的跟目标，然后啊，去散播给更多新进来的伙伴，一起前往这个目的跟目标去走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才是当主管真正的角色。好，那很多主管啊，变成主管之后，还在很努力的在动手去做，他还是自己把自己当做工具人在处理的时候，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盲区，就是你只是在跟你的伙伴、跟你的下属在竞争当工具这件事情。所以任何的人啊都一样，任何人都一样，必须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必须从当工具的过程当中，创造出别人可信任的价值出来。得到这个信任跟价值之后呢，要去理解到这一个组织或是这个背后真正的目的，然后再去增加你自己可被利用的价值，可当工具的价值，再一直叠上去。这个就是你在慢慢的变卓越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一个环节。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讲说，哇，好辛苦哦，这样子我就不想上班了，我要开始开公司，想要创业，我不想要被人家利用。来跟你们分享这个，我非常的有体悟。当你当了老板之后啊，其实啊，全部的人都把你当工具人，因为整个市场就是要对你去购买你这一项工具。反过头来的是要去想，如果你当了老板之后，你要怎样子创造你的价值给这个市场上面，然后啊，要去理解到这个不同的市场背后它所真正要的目的跟目标，然后去满足它。所以啊，当你创了业当了老板之后啊，其实你的工具啊，只是面向更广泛的人，从面对一个主管，
面对一家公司，变成面对整个市场而已。所以啊，创业是一个面向更广大市场的当工具人的一条路。好，所以很多人在做创业的过程当中，都会想说，哇，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自由，好，更轻松的方法，我要更高的自尊。但是其实实际上面，你创了业之后啊，你有很多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去做调和跟调节，要去理解你自己的心态问题。所以我们拉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就去思考一个环节哈。当你今天把自己认知成是一个工具人的时候啊，你就真的只能当工具人。工具人只是一个过程，你必须在当工具人的过程当中呢，创造价值。创造完价值之后呢，去跟相关的人士去理解到你背后的目的跟目标，然后啊，再一同前往这个大航海的方向去。好，这是跟你去做一个分享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很多人想说，那我像无头苍蝇一直劳累，我累到就是我可能身体都坏了，难道这样子值得吗？来，我跟你分享，你越早努力啊，你后面的累会越少。来，你认为你是要40岁的时候再熬夜，还是你要20岁的时候再熬夜？答案都绝对会是你在20岁的时候啊，你才有体力去争取到你的目的跟目标。因为到后面，因为你的身体的关系，你的精神力的关系，你没有办法这么的拼命。所以啊，我的认知是，人的生活的安排水平啊，不是提早享受，就是延后享受。那如果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享受了很多的生活，那你可能到老的时候啊，你会相对过得比较辛苦一点，这是多数人的主轴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祖产，你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技能的话呢，当然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多数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在做发展的。所以啊，记住，当你在年轻的时候要去想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努力，因为你不努力就一定不会成功。更何况呢，今天呢，你完全的都不努力，所以你一定要努力。但努力干嘛呢？先努力得到别人的第一桶的信任。当你得到这些信任之后呢，你要去理解到你的目标市场，不论是你是创业的市场，或是你的主管或你公司背后真正的目的，在共同携带他们的目的，再创造下一个价值。一路的这样的迭代跟迭寻呢，你就可以找到你真正的目的跟目标，然后去发展哦。那当你的这样子理解了之后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顺遂。那最后啊，我还是跟大家分享哦，这些观念啊，都是我过去啊，不论我是用实战的经验看书，或是跟很多前辈请教，或是我自己的深刻体悟啊，所得出来这些经验谈，对不对呢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是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人生体悟。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，关键思维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，我是马克凡，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